魔人啾啾。嘿，我芊芊啊，爱记起讚、個起訂閱，請刷介紹給你所有的朋友哦。嗨，大家好，我是瑞芊芊，我現在人正在這裡是哪裡啊？抱歉，因為我對台北的百貨真的不是很熟。我觉得好，我們現在呢在紅豆食府的敦南店。為什麼今天要特別來紅豆食府呢？因為我前幾天在臉書上就看到有人分享說紅豆食府現在居然有吃到飽，然後我就覺得太神奇了。因為就我10幾年前剛上台北的印象，紅豆食府就是算比較精緻的上海的合菜。就後來才發現說，它是因為敦化店這間其實快關了，所以它有感謝祭到12月14號。我就想說，趁這時候來試試看。這是我第3次吃，不知道它的吃到飽點心的感覺是怎麼樣，我們就一起來開箱吧 ，Go！我有預感，我這支影片會非常的有氣質。然後我們現在进到裡面啊，其實我紅豆食府吃過2次，第2次吃我記得是4、5年前。然后我对它印象就是我還蠻喜歡他們的微麵跟甜仔心的。然後他們的吃到飽啊是90分鐘，然後一個人是868，你也可以點這邊的原本的單點菜。但我覺得它單點菜蠻好，是它有他們熱門的心太軟，但我已經有點忘記它味道了。它的例湯，我剛刚發現它的小菜其實放在，它有特別做一個自助吧，好像是專門否吃到飽的，有每日例菜跟湯品。然後今天的麵就是炒麵跟3杯雞，湯品的話是排骨玉米湯跟南瓜海鮮羹，然後它還有附一個飲料吧。我其實以為都是坐着，然後他點餐上來的，結果不是，就是它有特別附一個區塊。好，我們先來吃什麼呢？先來喝一口湯。哦，湯給過，排骨湯的那個大骨味跟清甜味很棒。哇，它的湯很好喝，我忍不住就把這一碗給喝光了，因為它裡面的玉米超級多，但它玉米其實吃起來比較還好，可是它整鍋湯有吸收那個玉米的甜跟排骨的甜。來吃它的前菜小黃瓜涼拌。那小黃瓜還有放那個蘿蔔絲合在一起咬，然後很脆，有一點鮮甜味。然後它這個涼拌呢，它是用雲耳。小片的咬起來很 Q 脆，它的醋的酸度其實算偏高，可是因為我刚好旁邊是夾小黃瓜嘛，合在一起的時候這樣輪流吃，我有種開胃的感覺。它小菜還不錯哎，但我覺得有點神奇，是我這一次來吃的時候，我是某一天不小心滑到，你知道嗎？結果我網絡上查看有沒有其他人的開箱文，超少，2篇 Facebook 的文就沒看到了。你總是心太軟，心太軟。獨自一個人流淚到天亮，是他們的招牌菜。它其實是甜點，剛上來正修。它是紅棗裡面包那個麻糬。哦，好燙！裡面包的那個麻糬真的是要趁熱吃，因為我本身不是不愛麻糬嘛，可是因為它是熱的時候吃，它的那麻糬就是比較偏軟一點點。除了加糖水之外，它裡面有放桂花，然後因為我本身就是桂花的超級愛好者，所以我雖然只來2次，但是我都會點它的心太軟。先吃炒麵好了。我喜歡它的炒麵，有點像木須炒麵那種，會有點甜味，帶一點那種醬油感。香菇下去炒，然後就是有厚度，咬下去啊，很 Q 彈，合在一起吃超好吃，很香。再吃看這個3杯，它的3杯全部都是用腿肉。我跟你講，肌肉達人，辣味對我來說有點高，不過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我昨天直播的時候舌頭咬破，所以我就吃這個會覺得比較容易辣一點。南瓜海鮮羹超好喝的，但是裡面筍子就是有放顆粒感，你就會覺得比較沒那麼無聊。它海鮮味超濃。然後我們剛剛又加了它的自助餐區，它其實會一直上，然後我以為它上的菜都是固定的，結果沒有哎。現在第2批上的菜就不一樣，這豆酥魚，然後這個新疆或小松菜之類的，它現在沒那麼燙了，就可以直接整顆這樣吃。那裡面就有那個桂花在裡面飄，我是桂花大好き。還是燙。不對，我要先吃生煎包。上海生煎包，給大家看一下它底部煎的脆脆的，上面是芝麻。有聽到哐哐的聲音嗎？
哇，它的生煎包底部很香哎，因为它下面放芝麻下去一起煎，它咬起来的脆感跟香感很夠。然后它的皮也算正常，不薄，然後也不厚，咬下去的時候味道其實不會很重，但很香。然後它上面的皮啊，吃起來其實比較沒有 Q 勁。哦，我真的要馬上吃了，你看下一顆它就不脆了，比較軟一點。又有脆了。好，來吃蘿蔔絲。蘿蔔絲也是一定要現吃的款，因為我覺得它看起來很像是一個動物，然後抱着它的頭嘛。好，這是它底部。我在猜它全部都有加芝麻，是因為不是現做的，煎的過程中比較可以營造出它的脆感。它不是完全的蘿蔔絲餅，那還有加蝦子，然後跟蔥花肉末微微的下去，所以你在吃的時候就會有不一樣的味道。我其實比較喜歡吃完全都是蘿蔔絲餅的，因為咬下去會有爆汁的感覺，這就比較還好。有啦，還有汁，微微的。因為有酥，不太喜歡那種蘿蔔絲餅，味道比較單調，就會蠻喜歡它的。但我覺得吃起來香度比較還好。然後是好吃的，我在那邊拍整個人變得很有氣質哎，有嗎？好，我先來吃蝦仁燒麥。蝦仁燒麥好吃，那裡面啊有蝦子的甜味，然後它的香菇，它其實是吃得到它口感的，所以有一點 QQ 不揪不揪的感覺。先吃一下這個。有點鹹，稍微剝開一點。這個很適合長輩來，因為長輩喜歡吃海魚嘛，然後又幫你剝得很乾淨。來有叉燒，我覺得大家可不可以理解？有時候在點餐的時候，因為他會問你說你要幾個，好難決定要幾個。如果以平常的我可能會說，不然來個10個好了。但點心類的人來10個好像有點奇怪，因為感覺整個籠子會超滿，這好難。旁邊隔壁桌大圓桌的姐姐們在討論攻略，然後叉燒包我覺得內餡我覺得還行，然後肉啊咬一咬很香的那種，但是它溫度有點不太對，裡面是蠻燙的，可是外面的溫度比較還好，因為我覺得點心要吃燙的，那種剝開熱騰騰熱氣，它有啦，裡面超是熱，還是這種包型其實比較容易回溫。因為我覺得它蔥油餅長得很漂亮嗎？它是那種厚的蔥油餅，然後是那種一圈一圈的，內餡感覺是蓬鬆，不是那種扎實的那種。蝸牛啊，對，蝸牛狀。哎呦，甩去哪？那種蔥油餅啊，外面脆，然後裡面其實還有一點點那種生的麵團那種口感，有點帶 Q 的、黏黏的那種感覺，跟裡面的蔥是有調味的，所以它鹹度很夠，你幾乎不太需要蘸東西。那咬下去會有汁，燙到舌頭。然後蔥油餅煎得真好，想講話被燙到。因為它蔥放的也蠻多的，所以那個蔥香味也很夠。我之前呢有自己買過這種蝸牛的這種蔥餅啊，然後我就煎到外面看起來超黑，可是裡面就幾乎沒有熟。我覺得這個好難煎呢。我們就先來吃我們的豆沙菇餅。哇！有沒有？誰也愛菇餅？誰也會點菇餅？快告訴我！它加太多油了，外面不脆，豆沙綿密香，甜度又剛剛好。它的中間這邊不是脆的，可是外面你吃脆的地方，它就是外酥內軟，沙綿密，甜度又剛好，很香。謝謝。鬆糕跟誰？這是紅豆包，下面是奶黃包跟流沙包。啊，好，謝謝。你不覺得它豆沙超好吃的嗎？我真是棗泥狂熱者，任何跟棗泥相關的甜點，其實我都很喜歡。我跟你講，它的棗泥也很香，外面那層皮的味道跟內層的感覺有點不太一樣，而且吃起來還有那個外面那一層還帶一點點的苦味，可是一樣就是不脆。我要買它的冷凍包回去自己煎。這一輪棗泥跟豆沙，我可能投給豆沙，因為它豆沙真的是太綿太香，甜度又剛好，但是只差就是外皮。我等一下回去第一件事，我先上網看它有沒有賣冷凍包。
好，接下來就是我們最後的都到了，小笼包、五色蒸餃、紅豆包、鬆糕跟流沙奶黃。先吃鹹的五色蒸餃，咬了一口之後，來嘍，哦，裡面汁很多哎，很好吃，很鮮甜，然後還帶點蔥香跟芹菜味，皮稍微有點小厚，但是我覺得還 OK。它裡面的蝦子是還吃到它本身的彈性的。哦，這個是肉包的，肉很鮮甜，沒有口感。我知道他們的贏點在哪了，沒有火候的問題都會超成功。破掉了。哇，這一塊是松露哎。它是醃菜，然後還有豆皮，這個應該是素食，這個也蠻好吃的。五色蒸餃好吃，來吃看小籠包，而且我幾乎沒有沾它的那個醋，鹹度就很剛好。哇，這個汁，皮還是有點小厚，但是我覺得是好吃的，肉鮮甜美。哎，等一下，每一個拉，等一下，相當害怕，等一下，好，成功了。我的汁狂流哎！哦，这一直破掉，糟糕！我跟你說，我最後一顆還是失敗了。我們先吃這個好了，因為奶黄味道會比較重，这真的是黑的發亮。這個吼就是一定要這樣子反過來拿，爆的時候，好吃。它的那個流沙流的剛剛好，不會讓過於濃稠。你咬的過程中，它就會跟着它的外皮合得很剛好。你不覺得這樣拿很可愛嗎？這很像那個奇遇哎，不對，奇遇應該是這一顆。大家可以理解那個流沙，有些太稠了，它這個就流得很剛好。就每一口咬，它就會四處，你知道嗎？我現在看鏡頭裡面根本看不到這個，這個是奶黃流沙吧？鏡頭裡面它就一團白白的。點奶黃啊！剛剛的那個流沙包我已經覺得好吃了，可是奶黃那個鹹蛋黃的香氣就是更炸，濃度也更剛好，而且它的鹹蛋黃不會有車感。身為重度的奶黃愛好者，它的味道對我來說還是有點淡，我喜歡再重一點的那一種。可是我覺得這是比較大眾的味道，很細緻。它上面有蓋紅豆師傅紅豆包，我對紅豆師傅最大的印象就是女兒很漂亮。我其實對它的紅豆包，我現在期待度很高。豆沙鍋餅裡面那個豆沙很綿很香，所以感覺它的紅豆包裡面應該也是很讚。它其實不甜哦，又綿又香，然後又有點鬆軟感。這個熱熱吃一定很棒，因為我剛剛稍微放一下，有點冷掉，但是它外面這一層皮口感是 Q 的。今天其實不是吃蠻多這種包類的嘛，這顆的包子皮是最讚。這個是長輩會喜歡的甜點，因為裡面真的完全不甜，可是很香。而且從那個豆沙鍋餅到這個紅豆包，它的豆沙都是綿鬆。鬆糕，我剛其實有聽到有人鬆糕是點了5個，然後我想說究竟是什麼魅力？很好吃。我不確定怎樣的鬆糕會是大家喜歡心目中好吃的鬆糕，但這個鬆糕口感完全長在我的喜好上 ，QQ 的，這很好吃哎，我覺得比較接近軟綿的口感，咬起來有一股米的香味，再配上它很綿跟很香的豆沙，我覺得剛剛好。我可以理解剛剛為什麼有人點5個，它其實冷掉也是我喜歡的口感。吃完了，然後90分鐘的話，其實我覺得以它的價位868塊，兩個人大概1700左右，我覺得還蠻超值的。因為它品項雖然少，但是我覺得至少都還蠻水準之上的，就是你至少每一個吃下來，你都不會覺得哇天哪好累或什麼之類的。吃信有幾個品項我還蠻喜歡的，像它的蝦仁燒麥我蠻喜歡的，然後心太軟跟它的紅豆包，它紅豆包我覺得很值得吃，因為 Q 度跟它內餡，它基本上只要有豆沙相關的我都覺得很好吃。豆沙鍋餅我覺得有點小可惜。
因為它沒有煎到脆，可是它的內餡真的非常好吃。我好像可以因為它的內餡忽略掉就是外皮不脆跟偏油這件事情。然后還有它的南瓜海鮮生羹，我覺得很好喝。炒麵跟它的魚肉每日隨機菜品，其實我覺得都還蠻用心的，所以就取決於一個，因為我看到有些人覺得它90分鐘太短，但是我覺得旁邊有一些姐姐是來聊天的，或者只是來吃個飯的，整體下來以這個位置來說算蠻超值的。然後紅豆食府它其實其他分店也都是在百貨的地段，所以我覺得如果以百貨價格來去看它，我覺得還 OK。再來的話就是我其實在它的臉書偶爾會看到它會有感謝祭的那種吃到飽，所以如果大家真的想試試看的話，可以去搜尋他們的臉書，然後隨時 follow 一下他們的消息。不是我跟你說，因為有時候結尾是吃完的時候才拍，哎不。有時候開頭呢是吃完的時候才拍，你說那個已經有點血糖過高，腦子就不是很clear，你知道。